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这个算是出了有一段时间的 Diaclone DA92号凯装合体。其实这个应该算是擎天柱的原型机的升级版，当然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进化，重启了戴亚克隆这条古早线之后，又给它来了一次全新的演绎。造型方面来说，因为海之宝那边的版权问题啊，所以肯定不能做成擎天柱或通天晓的那个样式，所以这一次的戴亚克隆也是重新的完全新规。而这一次的造型来说，我觉得也不输于变形金刚这些角色的帅气程度吧。盒子非常巨大，而且相当的厚实，主要这一次里边的内容会非常的多，看看后面的晚点噱头就知道了。制品方面，一份说明书，一份宣传册子，同时还有2张编号可以贴在你的机身上边。额外还有4色的战队小人儿，我就懒得抠出来了，主要还是来看玩具的本体。说起来呀，这一套的预定价格可能才是1700块左右。对于戴亚克隆的产品来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可以吧。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套身上其实还是有一些节省成本的地方，比如说左右使用同模零件。但聪明在它这边的螺丝孔上的是金属螺丝，而这边也给你刻画出来了一个类螺丝孔的样式，就把玩的手感很好。首先一些齿轮关节做的就是嘎嘎作响，而且非常的舒适，再加上身上的涂装部分以及很好的颜色点缀，让产品的素质会显得非常高级。当然不好的地方也有嘛，灰色的用料总是会出现很多的水纹，不过目前这个东西也是塑料界迄今为止最难解决的问题了，水纹不可避免，忍了吧。两合体的模式也是非常有新意的，折起小翅膀，缩起起落架，起落架下方其实这里边还有小的弹仓刻画，扣进去，从下边这里翻起来这个巨大的卡扣，还很贴心的给你留了指甲缝儿，记忆折叠回去。从这里拧一下，下边的这个折起来这一块，左右 Z 字折叠贴合回去，把中间的卡榫连接起来，拖车板放在一起。上下2个在结合的时候注意啊，先把下方的这一块机舱头拔出来，这里边有一个开关，其实是这里边的无损咬圈，我们还是顶着一点的这个开关啊，把它套合进去。插满以后，手臂后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卡扣，把这里也套住，这一块放回去。2个车头，哇，这个东西其实就很熟悉了呀，这就是个擎天柱嘛，其实还挺帅气的。剩下的两合体，这个还是稍微麻烦一点点啊，把机头先拔下来，这一块旋转一下。然后翅膀拉起来，我们把这一条整个的往后拖，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长的滑道，拖到底，左右打开，再往内折，连着滑道带着关节顺着手臂一起背到后面去。此时把翅膀腾开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左右结合的卡扣，旋转90度，立起来，滑槽挪一下，把这里边所有的咬扣都结合住。好的，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陆地小炮车，后边这块拔下来，其实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无人机吧，唰飞出去起到侦察的作用。然后这里拆，所有的咬扣都是这种无损式的，轮子给它拧到这面来，这边都是非常清脆的叮当作响的齿轮关节，相当悦耳，也非常的舒服。注意轮子上面的小炮，我们顺到同样的方向，变成这个样子。其实看这玩意儿的造型，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大型的小滚珠呢？注意这个地方的双扣咬钩都是无损式的，咬在这个地方的2个洞里。拿出小车的车头，下方这里的2个长长的卡扣卡在履带下方这里的2个凹槽，然后咱们给它换个头，再掏出来无人侦察机，打开，把剑盾的部分，其实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擎天柱
配了一个黑天火的样子啊！擎天柱穿黑天火的马甲，这不是电影的设定吗？当然，两合体以后也是可以进行独立的变形的。哇，这个就玩点非常棒了啊！我们来直接开始，首先把下边这一节蓝色的头部拔掉，扔一边。这一块轮子折叠藏起来，收纳。这两块稍微的往下折一点点，腾开角度，然后手臂和腿部中间的卡扣连接打开，立起来，翻到这一面来，左右打开，轮子从这里打开卡扣，往内卷，两段关节卡扣往上一锁，就相当于把腿肚子空的地方填了起来，而且让小腿的圆润感更加的饱满。这块的设计简洁明了，一步到位。其实这一款的变形还是非常简单的，但最终处理的效果又非常的棒，而且整体的材质摸起来的质感，我怎么形容呢？比当年经典 1.0 时代的那个料子还良心，就这么棒。下半身变形完，上半身这里打开这一块连接的卡扣，我们把胳膊掏出来，然后往过翻转，90度折过来以后，还有一个滑道，我们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其实跟后边这一块就没有关系了。然后腰部从上方这里进行180度的旋转，卡过来，手臂扭到正确的角度上。在打开手变形的时候，注意先把这两片小翅膀翻开，这里边有一个尖儿，不要损坏到。往起拉，再往开翻这一块，拳头拖出。头部的变形。掀开这块蓝色的盖子，脑袋在这里边，然后旋转180度，这里再转180度。胸口这里前边的猪鼻子往里缩一点点，再整体的把这一块捅到最根部，翻折盖上来，还是很帅气的。身上的可动关节也非常的灵活，该有的都有。腰部可动，完全都不影响，而且身上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和噱头。舱门这里打开，胸口前方有非常多的弹幕仓。枪的插拔也很有意思啊，它这一块是一个滑槽，先往出滑，再往下拔，你才可以顺利的把枪拿出来。而且整体的人形处理非常漂亮啊，后边的背包也是干干净净，十分清爽。腿肚子这一块完全遮盖起来了空洞的位置，就是感觉机械感十足。其实或多或少会看到一些擎天柱的味道和影子，但尤其脑门这一块的金属绿色和金色的涂装点缀，能看得出来这个制作的工艺相当的高级了。真的，说实话，大家克隆如果不是因为灰色水纹的关系的话，放在那里那就是艺术品，也是抠啊！你给灰色的用料上面都上一层漆，不就完事儿了吗？另外的一款黑色大飞机啊，我们就索性把它称之为戴亚天火吧。这个变形就需要拆分一下了。其实也能看到啊，这两个零件也是左右的同模，可能也是为了省成本吧。脚尖折起来。打开后边这一块的盖子，翻出来这个关节，这里倒是有一个借助的钩子啊，可以方便你抠出来的。抛出身体核心的部位，左右打开这里的卡扣结合，然后打开这一片，再翻出来里边的这一片，盖上。下方这里的两个胯关节翻出来，这两片再折叠盖回去，滑槽连接卡上两条腿部，手臂部分肩膀的金色面冲前，把它卡进去，然后肩膀的炮打开盖子，旋转180度，把它放下来，让这个炮管冲前，脚臂扭到正确的角度，而这个东西的手在哪儿呢？滑道直接往下拉。4个爪钩的大夹子，这款的头雕部分就拿出来下方的这半拉座舱，天线立起来，哎，挺憨的一个脑袋啊！把这一节先立到这里，圆圈插住，然后把侧面这里的两块
翻折过来，锁住耳朵，这里边有卡扣，把它夹紧。哎，翻到后背来，顺着这个滑槽把2片翅膀再滑进去。其实说起来啊，这一款类擎天柱的还是不错的，而另外的一个呢，更多的是为了当马甲而生，所以它拼出来的这个机器人憨憨的，其实说起来也挺可爱的嘛。然后更厉害的来了，原先我们两两合体是这2个一组，这2个一组，而现在呢，我们要把它们这样分开，这就相当于别人的 CP 上了对方的车，哇，好他妈刺激！这何尝不是一种 NT 啊？划出后边的2条翅膀，哇，跟这么抠开这里的时候，为什么满脑子好色情的感觉？甚至有一种背德感，有违人伦。另外的一个黑叔叔扒开了他的头，露出他的棍子，哇，对上了。再然后血战鸠巢的黑叔叔，还要把头换。翻出下方的2个支架，因为黑叔叔屁股后边这里太过于肥硕啊，所以仅靠前方梁家的这2个小小支架是完全支撑不住的，而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好的撑在地上了。哇，这个看起来也挺带感的吧？而老公的部分，头拔下来，反正该不要都不要。另外的这个黑叔叔呢，也要开启抛家舍业的过程。紧接着是更刺激的难上加难，很大力的一声惨叫，第一次可能确实有一点不太习惯，这个也是挺刺激的。然后我发现一个很厉害的点，它的轮毂上面的这些造型零件和前方这里刚刚好又有一些结合的地方，就把它严丝合缝，紧紧的贴合，哇！套在一起，甚至形成了一起转动的现象，就是夹住了你跑都跑不了。然后再来一个天王盖地虎，维度的锁定，把这里再插满，这2边折下来，打开，往前旋转，继续抱紧它。此时更换 CP 以后组合起来的2两合体就是这样，也明显的感觉到黑叔叔配色的部分起到了压制性的作用。完全把小红套合在里边，死死的包裹在自己的身躯之下，再加上这些轮子的盘根错节一样的纠缠在一起，哇，感觉到小红现在非常的享受。而梁家小蓝呢，也被黑叔叔的2面包夹之势的一个姿态紧紧的裹在其中，哇，前后左右，这个应该也属于左右为难了。但是这还不算完，我们还可以把这4机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这就相当于什么？银牌大乱斗，想想更刺激了。下边的起落架全部的收纳起来，翻出肚子下方的大卡扣，哇，很羞耻的一个卡扣就这么从体内出来了。然后顺着前方较小的滑槽进行滑动，难上加难，再加难，再加难，哇！后边翅膀立起来，我们把胳膊再往后滑动。往前翻，继续进行折叠，让所有的卡扣再次咬合在一起。翅膀缩短，翻折下来。可以看到，这也算是一个巨大的车头了。而翻出来这一块的地方呢，也是可以连接后边擎天柱原型机的那个巨大车厢。怎么让我想起来有点像百变雄狮里边的那艘战舰呢？但不管怎么样吧，厚重的机械感以及层次零件的堆叠，让这一款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在这个形态下，我们就可以直接带着马甲形式把它合体出来。首先把下方这个机头摘掉，掀起翅膀，翻开这2片，胳膊打开，让过来。滑槽往前伸，盖板扣合，抱着前轮的位置打开，然后从侧面这里看，这一节轮子往后折叠，
一抱换一抱，往前让一档，腿部90度往下折叠，顺着这里边所有的凹槽左右打开，哇，插的还是非常多的。把这个合体车厢的连接挂件拔下来，腿肚子的轮子折叠，收纳起来。裙甲的位置转正，大脚板脱开后方这里咬着的2个锁钩，连带靴子的部分一起往下翻。这个地方要用一点力啊，左右这里有一个挂钩，然后顺着这一面旋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膝盖甲立起来，脚丫子后边的这一段齿轮关节往起提，斜着顺着这些地方变成平行的效果。前裙甲也可以盖下来，锁住。上半身翅膀往下滑，稍微的往前锁一个边，这2片折起来，卡在背包的凹槽里，固定。一展打开，顺着腰部的关节旋转180，扭到前方来。胳膊放下来，打开这4个爪子头，抠开面板，旋转出拳头。其实不把这个爪头合回去也挺效果拔群的，会有一种始源勇者王的那个必杀技的感觉。上方的肩膀归位，胸口这里的造型建议先把这个机头拔出来啊，你再扭这个小翅膀，不然边缘卡在那个地方会蹭到漆的。这样很服帖的再放回去，机头稍微的往出拔一截，打开这个盖子，里边藏着的脑袋翻出来，然后整体的把机舱往内缩，两边的天线立起来。哇，这个头雕会更加的帅气。掏出僚机无人机的部分吧，把这块翅膀折叠起来，后背这里翻起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剑背在这个位置，而剑盾呢就把它拆开。其实这是可以分成2把剑的，左右拨开中间的卡扣，两边都会有剑柄翻折出来。而盾牌呢也是可以选择性的切换，两个翅膀整体再往后折，这里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于臂刺一样的东西啊，这边是盾牌的展示。把这一块转轴横转90度，插入手臂里。此时你觉得这就完了吗？不，还没有，我们现在还富裕一些零件，怎么办呢？这一盒里这回还附带了一个多余的骨架核心位置，我们可以把腰部的这块滑扣脱开，胳膊的位置旋转一下，扭到这面来。额外就可以拼出来一架这样的小僚机了，也算是把其他的零件互动了起来。多出来的2把武器呢，你也可以把它挂在这儿，是不是火力就更猛了？这才是这回的 DA92 完全版的最终样式了。穿着马甲的大合体，甚至可以一体变形出来。可以说，各种的拼插乐趣是戴亚克隆系列玩具的最大玩点之一，而这一款也有了官方背书了擎天柱的鼻祖前身的这么一个设定元素在里边。玩了一大圈下来啊，其实并没有感觉很复杂，只是感觉每一个地方环环相扣的锁定，以及各种载具拼搭出来的一些乐趣吧，相当的有味道。而且一体变形出来，其实在一些设计的地方元素还是比较有新意的，再加上精良的做工，我再说一次，这才是官方应该有的素质。这是什么材质？这是什么做工？这是什么涂装？这不就是一场梦吗？太棒了！再加上当时的预售价格1700块左右，你可以买到这么一大套互动玩点，这么多、这么丰富的作品，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上一次我们用 DA95 号半个基地，虽然说售价跟 MP44 差不多，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可能略显不公平吧。那么这一次的 DA92
它可是擎天柱的前身，通天晓的前身。那么 MP44 放在它旁边，是不是也应该喊它一声祖宗呢？它这一套预定的价格才1700块。当然也不要看现在炒高的价位了，这一套目前来说市面上面可能已经炒到了3000块左右了，几乎翻了1倍的价格。为什么会涨？还是首先你玩具的素质是经受得住迷友的考验的。所有迷友都认可的时候，奸商党人们才会有更多的可乘之机。如果是对于1700块左右的一个价位来说，那真的是非常良心了，物超所值。这就是戴亚克隆的魅力，这就是 TT 社脱离了孩之宝绑架的变形金刚 IP 之后，把自己复古的戴亚克隆系列完全复活了以后，重新设定、重新演绎、重新包装、重新设计，所有的诚意汇聚一身的所谓的复活向产品吧。美国人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产品推入了低谷，日本人又一次一次把它挽回了回来。当脱离了变形金刚，脱离了美国人的束缚之后，日本人静下心来，虽然这个 IP 并不如变形金刚的火爆吧，但是我们玩家也能看到他所做的诚意所在。而且我也发现很多的官方拥护者们在贬低戴亚克隆，在抬高 MP， 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你所谓的正版拥护者，难道戴亚克隆就不是正版吗？戴亚克隆就不是 TT 社生产的吗？戴亚克隆就不是变形金刚的祖宗吗？怎么还会出现贬低的声音呢？你们的血统论在哪里呢？变形金刚可能是你的童年债，我们为了自己儿时的那份情怀，在不断的洗脑自己，说服自己，让自己认为这些垃圾产品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同时，翻回来看一看，同样为官方出品的戴亚克隆，虽然它在我们的儿时没有像变形金刚带给我们的影响这么大，但真正的产品素质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吧，并没有想着踩一捧一，或者说非要比个谁高谁低。但同样的价位，同样的厂家，只是两个不同的 IP， 一个是纯日本人自行负责，一个是掺杂了孩之宝之间的资本纠葛，那实物的素质就摆在这里。所以我们还是要执迷不悟吗？那么得嘞，今天的这款 DA92就玩到这儿吧。总的来说，1700块太香了。